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日本股市连胜可能会在年底前失去动力。彭博社，日本股市今年以来的上涨势头可能会放缓，这推动了该国蓝筹股指数超过其他主要指数。根据彭博社的一项调查，6位受访者中，对日经225指数的中位数预测显示，该指数将在年底前上涨约 1%， 达到32750点。尽管这将使日经指数达到1990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与今年该指数 24% 的涨幅相比，预测的涨幅较为温和。大和证券集团首席策略师阿布建斯表示，日本股票的盈利收益率与长期美国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缩小，是股市可能被高估的主要迹象。根据阿布的数据，这一差距约为 2%， 低于过去10年的 4% 中位数。日本面临的潜在阻力包括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经济放缓的风险。花旗集团的股票策略师板上亮太表示，美国失业率的6个月变化甚至表明该国的经济可能正在走向衰退。与此同时，英富时资产管理公司的全球市场策略师木下智表示，中国正在进行严重的库存调整。上个月，一份报告显示，中国5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意外下滑，令市场感到失望。投资者还在关注日本央行是否正在逐渐调整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三井住友信托银行的市场策略师佐良才子的说法，如果议会解散，这种风险可能会增加。尽管今年余下时间内股市的涨势可能放缓，但花旗银行的板上亮太表示，公司普遍努力改善市净率等因素可能会给股市带来额外的推动因素。日本企业通过股票分割吸引散户投资者。日经亚洲，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研究，日本公司正越来越倾向于拆分高价值股票，以吸引更多散户投资者，并应对东京证券交易所降低最低投资金额的要求。东京证券交易所在去年要求上市公司降低最低投资金额，希望范围在5万日元约360美元至50万日元约3592美元之间。据分析，已有29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股票拆分，另有12家计划拆分，其中约1/5的公司已经采取行动，以使股价符合交易所的要求。股票拆分被认为能刺激投资活动。例如，日本的快时尚品牌优衣库在今年3月进行了3:1的股票拆分，这是该公司近21年来的首次拆分。此举将最低投资金额从约8.31万元降至更低水平，吸引了更多个人投资者。日本的最低投资金额相较于欧美仍存在显著差距。根据数据，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中位数价格为182450日元，而美国主要股票和欧洲股票的价格分别约为60倍和120倍左右。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一些日本公司正计划将最低投资金额降低至与其他国家相似的水平。例如，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计划进行25:1的股票拆分，以吸引年轻投资者。市场观察人士表示，公司和交易所应继续努力吸引新投资者，促使资金从储蓄转向投资，以推动市场活跃。股市准备好迎接人工智慧了吗？德国之声，5月的一个星期一早上，美国金融市场突然出现了大幅下滑。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张华盛顿特区五角大楼附近爆炸的照片，该照片也在受欢迎的投资网站上蔓延开来。这是一次袭击吗？投资者似乎是这样认为的。在国际冲突初期，股市通常表现不佳。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0.3%， 创下当天最低点，而黄金和国债等避险资产开始攀升。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一切恢复了正常。事实证明，那张照片是假的，很可能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专家们表示。但这一闪念的投资者恐慌引发了对人工智能对市场稳定性的质疑，因为假图片变得越来越逼真，制作起来也越来越容易。人们对人工智能繁荣带来的危险问题早已有所担忧。虚假信息、深度伪造以及人类灭绝等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围绕这项技术进行辩论的焦点。上个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主席加里·根斯勒表示，这项技术可能构成系统性风险，可能引发下一次金融危机。他和其他人特别担心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生成式人工智能包括 ChatGPT， 可以生成复杂的文本、声音和图像，比如五角大楼的那张照片。
美国和欧盟的监管机构目前正在制定针对这项技术的规定。在能够轻松识别假图片之前，随着假图片变得越来越逼真和普遍，它们可能对金融市场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根据行业出版物科贝西通讯的主编亚当·科贝西的说法，这是因为市场对重大突发新闻越来越反应迅速。他告诉美联社，很多这些变动是因为高频交易、算法交易，基本上是接收头条新闻，综合分析后进行毫秒级别的交易。算法交易是一种由计算机使用训练有素的算法进行的自动化交易，该算法可以识别过去的模式，并根据这些模式进行交易。他补充说，基本上就像每次出现头条新闻时，你都在搬动扳机。然而，牛津大学商业经济学教授尼尔·福尔坎表示，这种交易行为并不是新鲜事。市场对谣言和虚假信息一直有所反应，但通常在真相大白后就会纠正。他告诉德国之声，随着互联网和一切相互连接，这种反应发生得更快、更强烈，但它会纠正。与科贝西不同的是，福尔坎并不认为算法交易会是对假图片传播导致的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原因在于低频算法交易。高频交易只持续几秒钟，而低频交易会持有更长时间，可能是几周。这正是对冲基金所青睐的交易方式。由于高频算法利用的是非常短期的机会，用于交易的资金规模比低频交易要小得多。他说，大部分对冲基金使用的算法在看到像五角大楼袭击照片传播后出现的短期波动时不会恐慌。当波动自行纠正，在当天结束时，这些算法不会受到影响。他说，所以你可以说这太好了。这些算法在应对短期虚假事件方面比人类更好。他表示，除非你知道这种短期反应正在发生，或者你是造成这种反应的人，否则很难从这类短期反应中赚钱。而这已经是非法的。但如果假图片变得更加普遍，我们会在短期内看到大量市场波动吗？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算法问题，福尔坎说。这更多是一个关于对假新闻的鲁棒性的问题。目前，市场面临的更大风险可能不是交易者，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形式，被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所欺骗。有人认为对技术本身的信心过高。最近几个月，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引领了大量投资者涌入科技股。对一些专家来说，这太过火了。投资咨询公司 Evercore ISI 的朱利安·伊曼纽尔在5月对 CNBC 表示，人工智能革命可能是真实的、重要的。但是这些事情以波浪的形式展开。当你过于热情时，股票就会出售。JP Morgan 的策略师由杜布拉夫科·拉科斯·布亚斯 Dubravko Lakosbujas 领导，4月在给投资者的一封备忘录中表示，目前的拥挤程度意味着衰退风险还远未被定价。两位专家都担心目前的指数增长过于集中在微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公司的股票上。目前，科技股重要指数纳斯达克指数的大约一半价值集中在这6家公司身上。如果市场情绪从人工智能或科技公司转向其他方向，就像在央行开始加息后那样，整体市场的上涨趋势可能会结束。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火热引发异议，美联储发出暂停加息信号。日本时报，美联储官员在经历了1年多的加息之后，准备休息一下。这一举动可能伴随着他们准备在需要时继续加息的强烈信号。预计在6月13日至14日的会议上，决策者将维持利率在 5% 至 5.25% 的范围内，以便评估最近银行业面临的压力对经济前景的影响。但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还需要安抚一些担心通胀进展停滞的官员，并表示美联储可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调整出人意料的坚韧经济。德意志银行的高级美国经济学家布雷特·瑞安表示，他们似乎打算在下周的6月会议上暂停一下，继续评估银行业面临的压力，并确保没有任何潜在问题。但是考虑到更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鲍威尔强调的通胀指标没有任何进展，美联储还有更多工作要做。除去去年2次孤立的异议投票，美联储官员最近一致投票，并经常以相似的方式谈论他们对降低通胀的承诺。然而，由于利率接近或达到官员认为足以抑制经济的水平，对于还需要进一步走多远存在不同观点，这引发了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出现异议的可能性。分歧加剧。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一个关键问题是银行业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贷款的回撤，而这一回撤已经在进行中。尽管目前这对信贷条件影响不大，
但这些影响可能需要时间才能在经济中显示出来。美联储行长克里斯托弗·沃勒表示，沃勒在5月24日表示，硅谷银行失败和7月会议之间将过去4个月的时间，届时我们将对信贷条件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如果银行业条件似乎没有过度紧缩，那么在7月进行加息可能是合适的政策。鲍威尔在5月19日的一个小组讨论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迄今为止美联储的行动给了他们更多时间，以更慢的速度更好地评估以前的加息和银行业压力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虽然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多数官员似乎同意这种推理，但一小部分政策制定者对通缩的缺乏担忧表达了日益增长的不安。今年有投票权的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老李·洛根在5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我仍然担心通胀是否下降得足够快。未来几周的数据可能表明跳过一次会议是适当的。然而，截至今天，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上个月，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还警告说，价格和劳动力市场都没有显示出足够的降温迹象。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行长詹姆斯·布拉德和明尼阿波利斯首席尼尔·塔什卡里以及克利夫兰的洛雷塔·梅斯特也持续敞开支持6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布拉德和梅斯特今年不参与政策投票，但他们都参与联储政策制定委员会的讨论，被视为影响力较大的声音。尽管区域联储行长的反对票是相当常见的，但鲍曼或沃勒的反对票，沃勒也被认为是委员会中较为鹰派的成员之一，将是自2005年以来联储理事发出的第一票。数据驱动，他们的观点近几周来获得了认同。在5月2日至3日的美联储会议之后，投资者和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政策制定者停止加息，他们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利率不变，然后最终进行降息。然而，此后通胀和劳动力市场数据都超出了预期。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及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在4月份同比上涨 4.7%，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略高于去年12月的 4.6%。鲍威尔密切关注的核心服务通胀指标自去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劳工部的一份报告显示，5月份新增就业岗位为 33.9 万个，远超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些更强劲的数据以及鲍威尔和美联储理事菲利普·杰斐逊发出的明确信号，帮助转变了市场对美联储暂停的预期。现在的挑战是让鲍威尔传达出美联储尚未结束的信息，即使在6月放弃加息。印度股市因美联储暂停加息的希望而开盘走高。路透社在华尔街领先之后，印度股市预计将开盘走高，因投资者押注美联储在即将于6月14日举行的会议上暂停加息。印度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将于今天晚些时候公布，也在预期之中，因为他们预计将显示5月份的涨幅已降至 4.42% 的20个月低点。印度储备银行上周将回购利率维持在 6.50%， 但表示货币状况将保持紧缩，以达到 4% 的通胀目标。利率决定让澳大利亚和世界处于边缘。悉尼先驱晨报预计美联储将在本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发出停止加息的信号，此前15个月已加息12次。到目前为止，该银行还无法控制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核心通货膨胀率为 5.5%。然而，估计表明美联储可能会在7月再次加息。这将部分取决于周二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以及他们是否说服美联储还有更多工作要做。美国的通胀率一直在缓慢下降，但似乎在 5.5% 左右持平。有人担心住房危机可能会恶化，这将影响过度持有证券的银行，因此无论美联储如何处理利率，住房危机都可能为暂停进一步加息提供额外的理由。美联储会议前油价小幅走低。路透社在美联储政策会议期间，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0.4% 至每桶 74.50 美元，而投资者也对中国的燃料需求增长和俄罗斯原油供应的增加持谨慎态度。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 0.3% 至每桶 69.93 美元。布伦特原油在过去2周下跌，此前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的经济数据令人失望。尽管沙乌地阿拉伯承诺在过去1年中4次削减石油产量，但由于欧盟制裁对石油产量的影响有限，俄罗斯的供应一直保持稳定。英国将避免经济衰退，但大问题仍然存在。CBI 路透社根据英国工业联合会 CBI 周一发布的预测，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将增长 0.4%，
明年将增长 1.8%。升级硅因于能源价格下跌和 COVID-19 宽松政策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虽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他预测机构最近几周也提高了对英国的增长预测，但 CBI 警告说，商业投资疲软等问题将持续存在，明年年底前不会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准。瑞银完成瑞士信贷收购，这就是它的含义。CNN， 瑞银 UBS 已经完成了对竞争对手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的紧急收购，从而创建了一家拥有近 1.7 万亿美元资产的瑞士大型银行，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重要的银行合作。新成立的实体的价值是瑞士年产量的2倍，而当地存款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5%。此次合并结束了瑞士信贷167年的历史，并使两家银行的员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瑞银表示将裁员以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尽管它没有透露裁员程度的细节。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